当我这个打他的时候，我要打他那边了，我的人走了，我这样子打。我要再打那边，你看我换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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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把的时候，我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来，往前来。后面往前面来。好，我要你们带棍来哈，带棍来不是要开始教棍哈，而是最近在给 Victor 修他学的棍啊。然后我想到我一开始教过，就是用棍来正身，用棍来正身。四大兵器里面啊，我讲过四大兵器里面嘛，刀枪剑棍呐。那我们一般练的程序是什么？一般练的程序是棍刀枪剑，先练棍啊。那这个4个兵器，可能有些同学没听过哈。为什么是这四个？各门各派它的正门的兵器，就是最正当的，各门各派全都是这样子。正门的兵器一定是这四个啊。什么原因？因为这4个兵器里面包含了什么？2个重的，2个轻的，2个长的，2个短的啊，2个单头的，2个单面的，2个双面的啊。比方讲，2个重的是谁？刀跟棍，所以棍是属于重兵器的啊。轻的就是枪跟剑啊。2个长的当然了就是棍跟枪嘛，2个短的就是刀跟剑，2个单的就是刀是单刃的啊，刀是单刃的，枪是单头的，棍是双头的，剑是双刃的啊，所以基本上这4个兵器包含了所有兵器的特性。所以它之所以是4大兵器，不表示它是最厉害的，但是它是在教学上面来讲，让一个人练了，他可以掌握任何的兵器，他具备掌握任何兵器的基本条件，是用这4个来练的啊。所以这个是在中国武术里面传统器械的训练啊，4大兵器的教学功能。就训练一个人使用任何东西的功能是在这边的，因为你拿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离这几个特性：长短轻重单双啊。所以一开始练棍，为什么原因？因为第一个它比较简单，棍比较简单，它是双手握的。那练棍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手腕跟臂膀啊。所以练棍啊，你必须手腕要紧，手腕要有力，因为它是重兵器。你不能你重兵器打了跟别人碰，或者打你的手腕折了啊。所以在练棍的阶段，除了体会双头兵器跟重兵器跟长兵器它的特性之外，另外是在训练你的什么？训练你的手腕跟肩膊，因为它大部分使用的范围啊，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这里面最正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矫正姿势身形的，就是棍啊。第二个练刀是你练棍了以后，你的手腕有力了，因为刀也是属于重兵器嘛，可它是单手握啊，所以你有了这个手腕力了，刀也是什么？刀也是以绑脖为主的啊，这样子的啊，你就可以练刀了。刀是短的、重的、单刃的啊。完了以后，
有了手臂上面的功力了，手腕肩整条手臂有这个功力了，才可以练枪。否则你拧那个枪是没有力量的，你拧枪是空的啊。所以拧枪它不是一个花，它拧枪不是漂亮，而是你具备这些条件以后，你手上面有力量能够传递到枪去，拧花才有意义啊。然后这些具备了，枪是什么？枪就是轻兵器、长兵器、单头啊兵器。然后最后最难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以后，才有资格练剑。剑是这些条件全都要啊，手指、手腕、肩、腰、步法、身法，这些都具备了，你才可以练剑。剑是又轻又是单，可是它又是双刃啊。双刃的意思是什么？双刃的意思是说你自己也在刃前面所以它的特性是非常剑的特性是非常的特殊的，它是险，所以它是用一个险，你自己的身法步法自己的能力不足的话，那个险会伤到你自己的所以一般来讲，传统练武用剑的人，敢用剑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你单独练漂亮是一回事情，你拿剑跟别人打斗的时候，产生了碰撞，产生了招式变化，那个剑不会伤到你自己，你的轻兵器能够跟别人对敌，这个是要你的身法步法手上面的能力要够所以这基本讲一下为什么这四个兵器叫做四大兵器。各门各派完整的训练，一定是要走过这四大兵器。你不一定要练很多的套路可是那些东西的练习，你练基本的动作，你练套路，就是让你去掌握这种兵器的特性的好，那棍可以帮我们正身，因为这四个兵器里面只有它是什么？只有它是最直的，而且跟我们的身高，我们一般讲的棍一般北派的棍就齐眉，差不多到你的耳朵眉毛这样高的所以基本上它跟你的脊椎，这一条线是相连的所以棍正了，棍正人正所以这个是用棍来练。那在棍里面，尤其在八卦棍里面，它的基本动作，每一个兵器都有它的基本动作，就是你在练这个兵器套路以前，你必须要练的。那这些基本动作都是什么？都是基本的这个兵器，它使用的基本的方法、基本的原则那棍呢？它的在八卦棍里面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类似棍花，有很多的看起来是花，就是你看很多打起来它是有走这样的花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样的花，你看刀也是很多人啪啦练这个花，剑也是很多人练那个花，枪也是一样。花练到后来就变成虚招了，变成什么？变成好看变成一个表演了。其实它不是的八卦棍里的花，八卦棍里面的花，它是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含义。它叫做什么棍？它叫耙打棍，土话。耙就是一个提手一个八，耙是像回的嘛，耙打。就是它这个棍里面就是两动，一个耙一个打所以他在走的时候棍拿是让双头露，因为它是双头的兵器
啊，双头的兵器，所以一般拿呢拿在中央啊，这样子的。枪拿不是，枪拿枪拿不能露尾巴啊，这里要顶，你的手这里要顶到枪根，因为它是单头，它是单头，所以你在扎的时候啊，后面的这个力，后面顶住的这个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练枪你不能这样抓啊，这样抓，因为这样抓的手势结构啊，跟你刺出去的力量方向它不合，会造成阻碍，这个会形成阻碍。所以枪主要是扎嘛，所以他拿枪的时候，我们拿枪的时候是这样拿的，是这样拿的。所以枪扎出去的时候，枪扎出去到这边的时候是这个一顶一转，一顶一转。所以这个力量对扎枪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力量出去，这个枪的力量跟你的手臂力量它是统一的。棍不是，棍主要是什么？横打，棍主要是横打，棍的点也是这样子的点，它也是这样的点啊，跟你们学刺枪术啊什么，它是这样子的，而且它是双头互换的啊。所以基本上它要露把，不管你拿到这边还是拿到这边啊，就是你要露出把。什么叫把呢？就是这个叫把啊，我们抓住的这个叫把啊。那棍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抓到中央，可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什么？要形成活把，也就是说这个棍，当然我这个棍是有点短了哈，要能够滑，要能够做出这样子，你能够变化前端后端的长度的啊，这个叫做活把。中国的棍大部分是活把啊。你看很多西洋的棍，你看那个我以前举例 ，Robin Hood 就是罗宾汉身边不是有个胖子吗？有印象吗？有个胖子他是用棍的啊，有印象没有？可能那个片子太老了，可是你看很多在那个西方人他用棍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基本上是这样用的，就是它这个把它没变，把没变，中间是格，然后这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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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这样用的啊。基本上它没有换把啊。那换把跟不换把的差别在哪里啊？当然，它不换把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你抓到中央的时候，你两头在用的时候，两头的力量是最大的啊。如果这个棍再长一点的话，两头的力量是最平均最大的。然后它在换头的时候啊，也快。换把的好处是什么？换把的好处。你到这边来，如果我没有换把的话，我用这个头打它，我再用这个头打，我再用这个头打，我再用这个头打，我跟它之间的距离是没有变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要打到它的时候，我受到了这个长度的限制嘛，是吧？我受到这个长度的限制，我要在这边能够打到它，我的人一定要在这边；我要在这边打到它，我的人要在这边。所以你不换把的时候，你受到了你这个攻击长度的限制。换把的好处是什么？换把的好处是，当我这个打它的时候，我要打它那边了，我的人走了，我这样子打。我要再打那边，你看我换把的时候，
我换把的时候，我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前面攻击它的长度了。所以当我改变了前面的长度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的人可以走动，我的人跟它的距离跟方位可以变化。听不懂？啊，而且在我双头在用的时候，我用少啊，我用双手换单手啊，双手换单手，单手回双手，这些都活，所以招式的变化多，因为它的灵活性高啊。好。